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呢，我想聊聊小说的知识产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又被侵权了。距上一次短视频被搬运呢，我起诉才过了1个月出头啊，案件正进入众所周知的诉前调解阶段。万万没想到呢，我发现自己又被侵权了。朋友们，请叫我互联网第一被侵权律师。情况是什么情况呢？热心网友啊，尤其是热心追杀我的书迷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平时呢除了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法律工作者之外啊，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法律小说作家。有一部叫做《进击的律师》的连载法律小说，已经出了2本，现在呢正在抓紧写第3本。上一期视频呢，我不是简单跟朋友们介绍了一个我在双子星升起中写过的故事的原型案例嘛，然后呢就有朋友在网上去搜进一，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竟然直接就搜到了免费的 PDF 版本，然后白嫖了起来，并开心的将这件事告诉了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午夜梦回，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我呢，总在黑暗中舔舐着自己的伤口，默默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黎明中一个声音传来，说你总是被侵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知识产权实在太多了。这么一想，我的心情竟然好了一点。在安慰自己方面，我果然是一把好手。不过玩笑归玩笑啊，讲真，如果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呢，当我看到小说链接的时候，我是一定会说楼主好人的。但是啊，作为一名创作者，我搜了一下，这本书原价是49块钱，现在打完折大概25块钱左右，每多一个下载，收入就少了25。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实在太心疼我的出版社了。一笔1万。为什么我先心疼我的出版社呢？因为他们卖得多就拿得多啊，卖不好亏起来就更多了。我先做个小调查，出过书的朋友们请扣个1。好的啊，没几个朋友出过书，所以请容我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传统图书出版的商业模式，便于屏幕前年轻的文豪朋友们日后与出版方沟通谈判。比如你写一本叫做《我爱法老师》的书，出版社觉得此书有潜力，但既然你是新人作家呢，便约定了首印6000册，定价50，首印版税多少呢？大概10%左右。那你会分到多少啊？3万块啊，减去税金2万7不到。但写一本书要多久呢？别人我不知道，具体到我自己啊，近3我已经写了2年了，还没写完。因此啊，千言万语，写小说对我来说啊，用4个字形容就是用爱发电。从作者的角度，朋友们，原本卖出一本书到我手里就不剩什么了，就这啊，你还连汤都不给我喝，过分了吧？我还好，毕竟写作呢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压根儿就不靠书挣钱。但对那些靠写作为生的人来说，原本到手就有限，如果读者还看盗版，那就真的是砸人饭碗了。所以面对如此赤裸裸的侵权行为，我该怎么做呢？我当然是谴责他啊！我知道很多老朋友会说起诉啊，但我已经将维权权利呢都授权给出版社了，这事儿呢轮不到我。更何况啊，我一法律工作者，这天天自己主动做当事人也太雷了吧。我们开门做生意的，主要还是为人民服务，不能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得将个人微小的精力啊放在更多的为客户服务上去。大伙儿说对不对？而我做这条视频啊，是真的想为作家朋友们呼个吁。说实话，那就是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作家，那你就买他的书，点他的订阅，而不是图免费看盗版。因为当你看盗版的时候，你不仅是在伤害你喜欢的那位作者的利益，还涉嫌侵权。我刚刚介绍了只是图书出版，大家都知道，随着阅读习惯的改变，现在很多卖文为生的朋友都是在网上连载更新，然后靠订阅过活的。他们焚高继晷，日更万字，也就为了些许订阅，然后获得分成。如果有人打着各种名义将他们的文字通过论坛、社群等各种渠道免费发到网络上，那你以为自己是楼主好人，其实你是在违法侵权。身边看网文的朋友不少啊，我也借此机会再跟朋友们介绍一下目前网文作者的盈利模式。如果现在突然有个朋友跟我说，法老师现在讲究个灵活就业，我有一个梦想，我想成为一名足不出户就年入1000万以上的网文大神啊，想成为李家4少，天蚕地瓜。那你和网文平台签约啊，收入是怎么组成的呢？首先啊，你要通过持之以恒的更新啊，成为一名签约作者。签约作者呢，一开始通常会有一个简单的保底全勤奖，比如某平台啊是前3个月每月1500，但如果你光靠这些钱过活啊，那就真的只有顿顿只能馒头配老干妈了。对于头部作家来说啊，他们可以吃独家签约费和版权，而对普通作者来说，你真正的大头除了签约费，其实就来自于读者的订阅。
目前业内一个普遍的分成方式是订阅费、平台和作者五五开。从这个角度呢，突然就觉得网文平台的分配模式比纸质书要地道。同时呢，平台某种程度上和视频平台推送机制有相似之处就是订阅和月票呢，就如同投币和点赞，是一定和平台自身的流量扶持挂钩的。如果没有这些就算作者再怎么笔耕不缀，也会沉入谷底。就如同你不一键3连，你再怎么喜欢的视频，也不会被大家看到。所以我什么意思，大家懂了吧？最近听读者朋友说有人把小说内容截下来供人白嫖，那就是断人财路了。每当看到盗版网站的点击多一个，作者就能感受到自己的血槽空了一分。这里要从专业角度给大家划重点的，这种行为呢是违法的。你拿来搬，即使主张自己没有盈利，也涉嫌构成侵犯平台或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我举个例子之前有个叫做9大猫的论坛网站，他们在该论坛里呢设置了网络小说区，用户可以在上面获得《斗破苍穹》《凡人修仙传》《庆余年》等7部作品的百度网盘下载链接，然后呢就被权利人起诉了。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认定被告构成侵权，并判其赔偿原告人民币85万。这个案子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并未通过侵权行为造成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被告的侵权获利来确定具体的赔偿金额，而是依照法定赔偿方式综合侵权过错和侵权结果来认定。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作为侵权人，即使你并未因此获利，只要你被认定构成侵权，你就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这时你可能会问了，我自己私下传阅总可以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分享群全群禁言，到底了呢就有群管理员把连载小说通过截图拍照发出来，也不收钱，最多呢有一些随喜功德，甚至还有更拼的我就手打也不赚钱，可恶你还能告我吗？答也涉嫌侵权。说到这儿呢，就必须介绍一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呢，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的规定，即著作权人有以有限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里画下重点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即只要我只想让小说在某个特定网站连载，你只要搬运到了其他地方，就涉嫌侵权。为啥呢？因为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规定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法院也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而如果你被认定构成侵权，即可根据著作权法52条和53条的规定轻则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如果涉嫌犯罪的，还可能根据刑法第217条处最高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大家别觉得我是在耸人听闻你简单在网上搜一搜，道歉声明多得很。比如刚刚观战的小说侠，究竟可以试想如果只是简单的分享，他们为什么还要道歉呢？就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大概率就是因为有明确的侵权行为，然后被定位到身份，接着呢就被采取法律手段了。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涉诉，漫长的诉讼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真金白银的赔偿，这些后果都是实打实的。经常看网文的朋友都知道作家更新后有黄金48小时的订阅时间，但有一批人在接收到更新提示以后呢，第一时间就搬运到了论坛里。是不是真的出于分享的本意，我们不好说，但客观上呢，也成为了比去革们盗版书的来源。也就是说侵权人本身构成侵权，被盗版网站爬取以后侵权人对这些二次传播造成的损害结果，也是有可能需要承担责任的。你看这种就属于被违法者二次利用，真是给自己挖大坑了。最后我今天讲这么多，其实主要还是为基层写作者们说句话。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些关于网文大神的财富传奇只是写作生态链顶端极少的那一部分。对于真正有才华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本能，是冥冥中的神在握着他的手，让他创作锦绣文章。但是怀才也会不遇，本能也会被现实压垮。每一个风光独揽的才子背后，都是无数因为经济压力而中途放弃而不受尊重的落魄文人。在此情境下，尊重每个写作者的创作，如果觉得他们写得好，就订阅打钱，是作为读者与作者最好的互动，也是你尊重知识、尊重文化最好的方式。而同样，只有告诉这个社会，靠写作也能挣钱，也能富裕，且不是独富，而是但凡真有才，认真写作就能获得不错的收入，才能真正长久的促进写作行业的健康发展。写作能赚钱吗？能，但目前靠写作富裕的人并不多。但写作就不能让更多人富裕吗？我觉得也不是的。
只要你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你就应该获得你该获得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受法律的保护，也是理性读者应该意识到并尊重的。我是反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我们下期再见。